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我们先来介绍一名女士遭遇房子被银行法拍的真实的经历。她的一套房子价值是108万，最后到手的只有560元。我们来一起看几段视频。我的房子卖了560块钱，对，你没有听错，一套房子就这样子没了。法院今天把钱转给我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懵了。18年的时候，我在东西湖买了一套100平的房子，总价108万，当时手里有30万，借了3万块钱，凑了33万的首付，贷款75万，想着咬咬牙就买了吧。直到去年才发现，7年时间还了银行将近36万，其中28万都是利息，本金还了不到8万，还有65万的房贷。因为一些原因，房子断供了。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就被银行起诉了，不光房子被查封了，账户被冻结了，滞纳金、诉讼费、律师费，法院给的评估价，还有什么执行费10来万，法院给的评估价就是85万，扣除七七八八的费用，就只剩下500-600了。7年这个房子装修和贷款将近花了70万，一切都消失。不过万幸中的万幸，我没有成为老赖，不会影响到我的子女，这就够了。想了一想，一切都是当初自己的不自量力、咎由自取，所以我决定拿着500块钱跟家人吃顿好的，一切从头开始。现在越来越多人遭遇降薪裁员，实在是还不起房贷了，于是便选择了断供。但现在呢，也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，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断崖式卖房真的太可怕了。今天银行的朋友跟我讲，今年市场上涌入大量的法拍房，更让人害怕的是，像这种断崖式降价的法拍房，竟然的话没有人愿意接手了。这些法拍房的话，那可是按市场价打6折的房子，连这个价都没人敢要了。那你想想，那些正常价格卖的房子，还能有几个人去买？重庆现在好多银行真的是瑟瑟发抖，为什么呢？断供的人越来越多了。昨天我在银行办理业务，行长跟我讲，如今还不上房贷的家庭真的是越来越多了。前几个月好多银行就已经开始拒收断供房了，因为大量的法拍房压在手里面根本就卖不掉，到最后那些钢筋混凝土建构的房子价值只会不断的降低。更夸张的是，这种恶性循环只会致使更多的人持续断供，银行也只能干着急。原本呀，只要断供3个月，银行催款电话分分钟就来，但现在呢，银行反而打电话问你能不能还一点，多少就还一点，甚至好多态度强硬的客户1分钱都不还，银行也只能装作没有事情发生。你知道吗？今年才刚开始，全国的法拍房挂牌量就已经突破20万套了，同比增长了192%，可成交率却不到14%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不到3个月就有60万家庭断供。在经历多年的持续暴涨以后，从2021年开始，中国房价开始出现了下跌。在这期间呢，中国人经历了刻骨铭心的3年的疫情，无数人遭遇失业、工厂倒闭、裁员降薪，而曾被看作是只涨不跌的房子，也出现了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资产缩水，从而引发很多普通人的噩梦。我的妈呀！深圳有这个楼盘这个价格啊，从1200万跌到了400多万啊，只用了这个区的3年啊，很多高位接盘的这个业主和炒房客啊，直接哭晕在厕所了啊！现在甚至逃离都已经晚了。那么这个楼盘呢，就是深圳前海的这个月亮湾花园。温州市房价跌得太吓人了，一套直接损失100万。我有个同学在温州买了一套房，总价300万。首付100万，贷款200万，每个月月供8000多块钱，房子就在吴越旁边。之前主要是买过来给结婚做准备，旁边又有商场又有学校，不说增值，它也不贬值吧。这个盘二手直接下调了100万，整个温州市的中介都在推。朋友知道降价的事，现在问我二手能不能帮他卖了。我说新房2万一平，你这个也就18000，他说接受不了。现在这房产呢，真是一片哀鸿遍野，看到没？就我身后的这个板块啊，当初大家伙都是花7-8千块钱一平买的房子，都是花高价买的。现在这房价啊，3-4千块钱一平，遍地全是啊，可以说都已经资不抵债了。比如说你欠银行50万贷款，你房子现在50万都卖不上啊，然后还得从自己腰包里边拿出来几万块钱卖这个房子，看到没？就我身后的这个小区啊，现在价格3000多块钱一平，100平的房子现在总房款40万左右，80平的房子现在总房款才30万左右，而且还现房呢。买完之后就给你办房产证，你就能入住。现在有不少民众都焦急地发现，即便是把房子勉强的卖出去，剩下的钱都不一定够还银行的欠款。
我们夫妻2个人都在上海打工，婚房买在河南的省会城市郑州，19年买的，总价105万，89平，31厅，房龄4年了，那是一天都没住过呀。从去年2月份就开始挂在网上卖房了，现在卖房1年多了，挂的价格也从刚开始的原价105万降低到了90万、85万，由忍痛降低到了75万、72万、70万，再到如今的67万，看房的人还是寥寥无几。今年年后就已经降价3次了，没有吸引到买房的客户，倒是吸引到了邻居在小区群里破口大骂呀，说我一直在降价，在砸盘，拉低了小区的平均价，导致大家都不好卖房，我都不敢在群里说话。如果能够卖得出去，谁想毫无底线的不停的降价呀？我的贷款还有70多万呢，我挂这个价格，即使卖出去了，还要倒贴中介费和税费，亏的也是自己的真金白银啊。再说我虽然挂的价格是全小区最低的，但是我们小区根本就没有已经成交的房源呀，大家都卖不出去啊，没有一套是能够卖出去的。虽然房价下跌着实让人是无法接受，但在现实的面前，背负沉重的房贷的人还在不断的低头。这是一名河北省唐山市买房者的真实的经历。20年买的南湖 CBD， 因为失业还不起贷款，马上要断供了，想把房子卖了，问我咋办。他当时开盘最高价，找人抢的123平米，最好的楼层，最好的位置，花了230多万，连借再凑付了93万首付，银行贷款140万，当时利率是5.88呀，月供8200多。家里边人都劝他说压力忒大，你别冲动啊。他意气风发的说房价还得涨呢，干都中了。4年过去了，这2天他差了一下，连本带利一共还了30多万，本金还剩133万。今天给我打电话问他这个房子能卖多少钱。说实话 CBD 现在楼层再好，成交单价也到不了1万3，最多也都卖150多万。我说你算算吧，现在卖房价、利息、契税、大修基金加一块得照着110万赔。我都劝他让他好好想想，而且你想卖，现在还得把那133万贷款先还上。我说完了，他半天没说话，最后无奈的跟我说，失业都快1年了，生活、孩子、房贷杂七杂八的开支实在是扛不住了，还是赶紧想法把房子卖了吧。打工人咬牙还房贷的艰辛是很普遍的现象。我用亲身经历告诉你们，工薪族硬扛房贷有多长。前几年我拿到5000的月薪，咬着牙贷了120万买了套小2居，本以为有了房子就是能安稳了，结果却是噩梦的开始啊！首付借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，每月5800的月供，工资直接见底，不敢聚会，不敢旅游，连最爱喝的咖啡都戒了。更绝望的是，上个月公司降薪了，我盯着那还款的短信，手都在发抖。说好的70年产权，这才住了不到10年的小区，电梯2、3头在坏，墙皮呢掉得跟下雪似的，而我还得像机器人一样给银行打工30年。1线城市最近在砸盘是吧？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寒意是吧？这个现在寒意已经传递给每一个人了吧？很多上海的人是吧？上海的朋友之前很骄傲的，现在基本上都傻眼了，都是100万、200万的往下掉价啊！之前都是还不当回事啊！之前我买的便宜，之前我7000块钱买的，对吧？之前我1万块钱买的，现在我就问你肉不肉疼？你跌个10%，你可能自己觉得无所谓，真的跌了20%、跌30%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开始肉疼了？今天我们社群里有一位朋友也是发了一个说那个深圳的那个楼盘啊，他说他前几年去看的时候，那个房子啊，就是好像是70平米的一个户型，他看的时候1150万，然后这2天他看到一个中介发的一个广告，这个70平米的户型现在是4字开头的啊，就是从1150万现在应该是降到了500万以下。为什么整个楼市现在这么差？因为现在已经瞒不住了。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确实在房子里面赔钱了，也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真实的故事，对吧，已经搬到网上了。其实现在很多的城市的房子陆陆续续，你看看是不是已经回到了前几年？我之前我还跟大家说保守，对吧？
我说啊，陆续要回到，对吧？就是说陆续要回到，比如说啊，18年、17年、16年啊，现在直接很多城市已经回到15年了。我告诉你，还得继续往前，还得继续往前倒。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，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整体经济的持续的恶化，这背后是很多中国人实实在在的辛酸史。88年38岁，15年本本分分的打工人，一事无成，整天生活在焦虑之中，背负着房贷，生活的压力啊，让我喘不过气来。回想过去，我曾是个典型的小镇做题家，从小成绩优异，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考上名牌大学的人。2010年一毕业，我就进了大厂，成为身边同龄人羡慕的对象。那时候回家过年，心里那是意气风发，觉得生活无比美好，对未来也是满怀期待，仿佛人生马上就要起飞了。然而时光匆匆，一晃15年过去了，我依然是一个底层打工人，一事无成，没事业没存款，头发要见底了，血压涨到了180，颈椎成了颈椎病。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好好学习，好好干，老老实实的做人。曾经的同学同事都过得越来越好，而我还在温饱线上徘徊，每个月都在为房贷发愁，为家里的这个柴米油盐发愁，常常陷入焦虑，就担心父母生病了没钱住院，孩子这个学杂费怎么交。这个曾经的名牌大学生的遭遇，也是很多中国人当下的真实的缩影。普通百姓在中共治下苦苦的挣扎。这是一对夫妻在吵架，妻子忍受不了职场的委屈辞职了，被丈夫给训斥。不干，这天从上班谁不生气啊？我前天被领导训斥30万的，第二天不正常上班吗？有点事情又不干，今天让俩人这么累就把房贷、车贷、俩孩子学费补课费用，一个人我承担不起呀！一上班700多万，平均挣回来了。明天就去找工作行吗？人家别人家30-40岁的小媳妇怎么就能在家待着？我就得出去干的。你能现实点吗？现在这个年代，我一个人挣钱，4个人花，太难了。有上进心一直被认为是很积极的心态，但在冰冷的现实当中，很多人都发现了反常而又讽刺的情况。越上进越穷，对，你没有听错，现在社会真的是很搞笑啊！越是上进的人，现在一个一个都成了老赖，哪个老板不负点债，他都不是一个合格的老板。反倒是那些没上进心的人，活得那叫一个自在。我不买房，我不买车，我不创业，我不背债，我挣点小钱，我隔三差五约个朋友喝点8+1，生活那叫一个滋润。真的是付出未必有回报，不付出一定没有损失。中国底层百姓的真实生活是怎么样的呢？时薪9块就算低吗？昨晚我吃火锅，一个40多岁的服务员大姐眼神焦急的盼着我们吃完，她好打烊下班。她说她一个月2-3千块，从早上9点半上到晚上凌晨，有时候客人不走还得上到1-2点，每天至少上15个小时，加上上下班回家1个小时，每天加睡觉只有7-8个小时休息。我们这里是5线地级市，相当于这个大姐1个小时工资只有5-6块，而且还没有周末，没有社保，更别说公积金这些。我问她，那你干嘛还要干？她说你不干，有的是人干。听完后，我瞬间有点破防，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2下匆匆吃完。前段时间广东一家工厂招大学生，时薪9块，刷新了大家的认识，在网上引起热议。原来这还不算太低，这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，虽然我们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、第1大工业国、第1大贸易出口国，但依然是发展中国家，并将长期处于发展中。这是中国民众的觉醒，也是对中共吹嘘的所谓强国大国的谎言实实在在的打脸。当民众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愿景买下一套房子时，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无奈的把房子卖掉。而更凄凉的是，有人即使是大幅的降价，房子依然是卖不掉。而曾经积极对民众房子法拍的银行，现在也不得不央求人们多少还一点钱。这堪称是魔幻的一幕一幕，就真实的发生在当下的中国，也让那些还对中共当局抱有幻想的人们从谎言中醒来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
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